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前两天呢，我刷到一条关于女同性恋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les 或者拉拉的视频，然后我挺有感触的，所以今天呢，在我的频道，我想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那相比起单纯的去聊同性恋这个群体呢，我更希望我站在一个女生，站在一个直女的角度，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有一些直女她们遇到了同性的伴侣之后，会义无反顾的宁愿被掰弯，也会投入到这个同性的这段感情当中，并且即使在分手以后呢，他们也很难回到跟异性的感情当中。那其实在我身边呢，会真真实实的有这么一些例子，我下面说的所有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那再次声明一下啊，就是我这个视频里头提到的所有的观点或者是事实，都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有不同的理解呢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频道聊 LGBT 这个群体，但是呢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。如果这个视频你可以看到最后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。那我自己呢，其实是出国之前，我是很少接触到这个群体的。我觉得可能一是那个时候年纪小，接触的人群可能没有那么多；二是其实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群体，或者是双性恋的这个群体，在国内它大家还是很忌讳谈论到的，所以没有那么多人会有这个勇气去出柜。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呢，我最开始是在塔斯马尼亚，我就会发现，可能也是因为我自身的环境的原因，那我自己呢是读 IT 的，那在我们学院呢，其实 gay 的比例它是不小的。那我的一个朋友是在音乐学院的，那就不用说，那艺术生里头就是同性恋啊，包括双性恋的比例其实是还蛮高的。所以在我的经历当中，我会觉得说我身边包括 les 包括 gay 都是不少的。我自己本人呢是对 LGBT 这个群体呢特别的接纳的，因为其实你接触之后，你就知道，其实他们就是普通的人类呀，就跟我们一样，也会陷入爱河，也会为情苦恼，只不过是说他们的伴侣可能更有可能是一个同性。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呢，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这个群体呢，也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了。但是呢，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呢，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猜想啊、误解和迷思。那其中有一点呢，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包括我们收到的信息、收到的教育，也是说，如果是同性恋呢，他可能天生就是如此，天生对这个性的取向会不太一样，并不是异性，而是同性。那可是我会发现，在生活当中，我接触的一些人其实是颠覆我自己的认知的。那我知道的一些铁 T， 那这里科普一下，所谓 T 呢，就是在女同性恋的这个关系当中呢，扮演稍微男性的一方的角色。那所谓 P 呢，就是在女同性恋的这个关系当中扮演稍微女性一方的角色。但是其实不一定在这个关系当中一定有 T 和 P， 也有可能两个是比较平均的，那就是两个 H。那我的很多朋友呢都是铁 T， 那他们的话，我会发现他们后来找的伴侣，其实很多女生是在之前是非常正常的跟一个男性有了亲密关系，然后有的甚至跟男性可以结婚生孩子，这个相处非常多年。但是后来当他们机缘巧合遇到了这样一段同性的感情呢，他们也会不顾世俗的眼光，义无反顾的跟这位他的同性的伴侣在一起。那我当时其实会非常的迷惑，我就想说，不是说这些都是天生的吗？怎么会有人被掰弯呢？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就是他们被掰弯之后，其实很难回到再跟异性相处的这样的模式当中。但是到后来，我其实是会慢慢越来越理解这件事，因为首先呢，他们的伴侣在角色方面虽然是扮演着相当于男性的角色，但是毕竟他在物理上他是一位女性，所以他的那种体贴、那种细心、那种浪漫，并且对于这个女生持之以恒的好，真的是
男生所不能企及的那种共情的能力，真的是男生真的达不到的。就我们知道很多男生他会对女生很好，但是多数时候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就是当这个男生还没有睡够你的时候，他其实对你真的是很有耐心，然后他会做很多让你高兴的事情，比如说送你礼物啊，然后比如说给你一些浪漫的惊喜啊，比如说对你特别的细心温柔啊。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不是男生 enjoying 去这样做的，那个不是他们的本性，就是他们会在未来漫长的日子当中，随着这种激情的爱情的消减，他对你的热情度就会慢慢的降低，所以他对你的好也会慢慢的减弱。那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女生往往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怎么之前追求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，或者结婚前对我那么好，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但是同性的伴侣真的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其实本身也是女性，那他们对于就是给对方好啊、细心啊，想要给对方更好的生活，想要给对方惊喜啊、浪漫啊这些东西，是出于本能的，是真正的是想要这样去做，是真的非常珍惜对方的，那这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。然后再有一点，我会觉得在长期的交往当中，特别是在有一些人婚后的相处过程当中，那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还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一个女生的伴侣呢，她虽然也是扮演一个男生的角色，她可能会很上进，就是一直持续的提升自己，一直持续的学习，她为的是想给我的家，想给我的爱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。那他真的就是说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。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男生他也是很努力很上进，然后是可以持续的学习，包括这个个人的能力和赚钱的能力也是不断的提升的，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。但是这些男生的驱动力通常都是指向自身的，就是我想让我自己更有成就感，我想让我自己更有价值，更有社会地位，得到更多人的认同。那你说他们有没有说就是因为对这个家庭有特别大的责任，或者说想给自己的老婆孩子更好的生活，肯定也是有的。但是你去问10个男生，有9个都是更多的是因为一个自我认同的需求，所以才去努力上进的。可是如果你找一个同性的伴侣，真的就不一样，他的这种驱动力是真的是把你纳入到他未来的生活当中，是真的在计划2个人的未来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对女性的尊重。其实如果是作为男性的话，我觉得身边素质再高的男生，就是多多少少对女性还是会有一种物化也好啊，大男子主义也好。但是如果是女性伴侣，真的完全不会有这些问题。那我会感觉我的这些 T 的朋友呢，他们在女孩子面前其实是会对女孩子特别的绅士的，然后很照顾女生。但是同时呢，他们绝对不会有说我不尊重女性，我觉得你弱所以我来帮你的这种心理，更不可能会有说什么对女性的歧视啊什么的，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就是女性嘛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同性的婚姻的话，因为在澳洲同性婚姻已经是合法的，如果在同性婚姻当中的话，那女孩子其实是会受到照顾的同时呢，会得到更大的尊重，2个人的关系呢其实也会更平等。我有一次就是去我一个同性恋朋友的家里，我会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布置的特别的温馨，房子虽然是租来的，但是生活会特别的幸福。他们会一起做饭，然后不会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吵架。然后这个朋友呢，就是我的这个 T 的朋友呢，他会对他的对象特别的好，然后很温柔体贴，每一次过生日啊，或者是有什么节假日啊，真的是会去精心的很用心的去准备礼物。然后平时呢，他们有一面墙上就是贴满了他们平时在一起的照片。那
同样的，这个女孩子呢，她其实就是被掰弯的这个女孩子，也会对我这个朋友呢非常的好，就是两个人会有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，一个相互依恋的关系。我知道也会有很多人说，那这些被掰弯的女孩子，她们最终还是会跟一个男生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因为那样的话就是更被父母接受，更被公众、更被社会接受，不会有太大的舆论压力。那的确是会有一些女生到最终她依旧是妥协了，然后她相当于说就是变成了一个双，然后后来还是跟异性进入了这个婚姻的殿堂。可是也有很多女生，她们就是面对自己的感情坚持到了最后。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她在内心是不愿意再跟异性有一段亲密关系的。因为当你跟一个同性伴侣交往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对于亲密关系，你对于对方的那个他要求会越来越高，所以这就决定了你其实后面就很难再跟一个异性去建立亲密关系，并且保持下去。当然我这里不是把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，那我想说的是，男生和女生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点。我不是说女性就一定比男性优秀，而是这是男性和女性的不同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也想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生是被掰弯了，她选择了同性间的这段感情，那也不要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她，因为她在追求的也是自己的爱情，她跟你一样也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爱情。最后呢，我也希望视频前的你们呢，都能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勇敢的去接受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。有的时候这份爱情无关性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话呢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面有趣的话题啦。今天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